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好，来看这边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刚刚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今天对，那在中午左右的时候呢，台风已经在大概南部的地方呢已经要登陆，好不好？那对所有南部的朋友，那现在那不知道不管是不是风强雨骤，台风就是不要出门 ，OK？ 那尽量避免像可能产生一些灾害，当然也希望那。风雨有台风嘛，风雨难免，但希望无灾无害。OK， 好，那其他的地方那一样，不要觉得风雨大或小，然后掉以轻心，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警戒。好，那对于全国观众朋友来讲的话，那现在除了你关心台风，你大家一定会关心呢。接下来呢，因为柯文哲主席算一下金华城这个案子，积压算一算也快到1个月了。OK， 在快到1个月的这个时候呢，在今天传出来另外一则讯息，那所有的钢铁小草。在这个礼拜6要直接集结土城，要帮阿北声援。那当然他们有讲说要宁静的方式，可是不管怎么说，当柯文哲在这个礼拜传出拒绝提讯，就是我不要去，可以吗？我不管嘛。那你这样东提西提了，已经提了第5次了，我就不要去。当这个讯息出来以后，那钢铁小草在这个礼拜6那聚集土城，来，小玉，是这代表什么？就代表呛虾啊，就代表什么？没有宁静怎么呛虾？哦，那就举牌嘛，举牌表示抗议。可是阿北的那一段，就是当他因为很少在实务上面有人说我检察官你要提我，我不要去，真的很少。可是当阿北做了这件事情以后，那算不算让小草觉得？我那天在节目就讲，小草是不是就觉得你委屈了？你看，你已经委屈到你提了他第5次了，你还要怎么样？然后黄静学姐这个在讲，你们就这样反复一直这样争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检方问了哪一些东西，好吧 ？Anyway， 那你这样反复一直争取，那当然谁都会，当然他相信阿北能够挺得住压力，但某种程度对小草来讲的话，我那天就讲，小草会不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阿北？这个确实啊，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表态嘛。像当年我们就一直讲的，阿扁当时也被被拘提的时候，他也手举起来，手也举起来啊。这个一定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动作嘛。那当柯文哲他现在不管是拒绝这个提讯，或者是说他有什么样的动作，他就是要在的显示说他就是无罪嘛，他就无罪，他不满，他就抗议嘛。所以这当然让这些民众党或是铁草集结，他有一个怎么样出草的道理在啊，要有一个出草的道理啦哈。那我必须讲，你说你看今天即便今天风大雨大哦，你知道土城看守所外面还是有小草，还有啊，还有5个超铁的对啊，我就觉得哇，风雨很大，赶快回家好吗？对啊，所以你看至少到还有5个集结，那当然我不能预测说这个10月5号这个礼拜6什么铁草集结、土城挺柯会有多少人啊？可是以说现在铁粉包括现在什么民调还有9%的状况之下，看起来啦，如果只要民众党这样一声令下去号召的话，至少我看大概百人也会有啦，哈，100人而已吗？我个人认为啦，你太小看你就100人哦。糟了，我现在这样子讲，他可能搞不好就来更多。对啊，你跟人家讲说，你千万不要去瞧不起人家的人，或什么激别人，不要刺激的，100人以上，对啊。但是他说是要宁静举牌，怒呛新威权了哈。你这个就突然可以连接到说黄国昌，他昨天突然在脸书上就写说，这个很像就他讲说什么这个柯文哲曾经跟他讲过嘛哈，他当时在这个拘留所的时候，他看那个监视器，他当时就看到了赖清德。他觉得赖清德在看着他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就是绿色的新威权呐哈。那他后来又讲说什么赖清德一笑置之啊，所以搞到什么这个难以相信总统的格局。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这个什么怒呛新威权这种话术是一致的好，那回过头来我必须要讲啦，就是说你现在民众党你一直在讲说柯文哲是无罪收押30天，所以要民意的大反扑。但是不可否认是说，现在在柯文哲身边真的有太多的灵异故事了。对，因为现在是无罪推定嘛，我只能讲说他的那个不合理，所谓的这种灵异故事真的太多。包括第一个，所有的灵异故事基本上都是从2020年3月10号的应小薇便当会开始起嘛。吃了那个便当之后，哇，灵异故事一旦发生，7个金华城的高阶主管至少有5个认了嘛，他们把这个30万就捐给了台湾民众党，这个灵异故事嘛。然后后来超展开的包括这些都审委员为什么他们反对这个给金华城这么高容积率之下，然后这个柯文哲千万人无往矣还是给了嘛，太多灵异故事。那今天我再讲一个最新的灵异故事啦，好，这也是灵异故事，怎么讲呢？
就是大家印象深刻嘛，有个叫做王牌交易所，那个 S 的那个诈骗虚拟诈骗货币啦哈，在当时呢哈，这个其实也是去年的事情，那个王牌交易所，它至少诈骗了1200个人，因为它就是利用大家对于虚拟货币这个不了解的心理啦哈，所以很多人就去跟他买了这个虚拟货币，所以他的那个不法所得高达22亿哦，那其实这些超过1200个人被骗的金额高达8亿。好，那我讲这么多，你就说那这个 那个王牌交易所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好，那当时呢这个王牌交易所呢有这个被告，其中最为人知的是一对律师夫妻，一个叫做王景环跟魏婉晶的律师夫妻。那这个王景环律师，他就是这个诈骗这个王牌交易所里面所谓的军师去献策。不但献策，而且呢，他还这个藏匿人犯。总而言之，就夯不啷当啦，他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那为什么这对夫妻啊，这个王律师跟这个魏婉晶，他们都是那个律师夫妻档哦？他们也被发现说，在2023年的时候，2023大概是柯文哲要开始选总统的时候了哈。2024选总统嘛，所以2023就开始在准备了。这律师夫妻呢，刚好都是做跟虚拟货币有相关的。为什么他们开始捐款了？你看像这个我说的这个律师的老婆姓魏嘛，他第一个捐款呢，他在3月16号的时候先捐了10万块，也是捐给了台湾民众党。然后3月20号呢，也捐给了台湾民众党。那在5月29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捐了1450啦，捐了1450块，1450。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不知道那个律师竟然捐了1450。好，那他的这个老公呢，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军师他也是这么巧，跟他老婆同时在3月16号都各捐10万，3月20号他也都捐了10万，所以总共呢，这个夫妻俩是捐了40万又1450块。好，那我就觉得这个是灵异故事。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诈团啊，就是涉嫌诈团又是虚拟货币的人，他们要捐钱给柯文哲？当然有查到他捐给另外一个这个立委啦，可是那个立委没有上，就不用讲了。可是为什么他不捐给赖清德，不捐给侯友宜，他就独捐给你台湾民众党，捐给柯文哲呢？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可是你也不能这样，他讲说我就是欣赏柯文哲那个时候的白色影片啊，他一定是这样啊。对，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啊。是，那这就是我是说这个太多的灵异故事，那您只能说对，就这时候怎么搞的也扯上这些事情。对，而且为什么就是刚好我们这次在侦查这个金华城啊，还有这个什么不法现金这种事情，还拉了一个这个陈文锦检察官，他刚好也是做这个虚拟货币，而且他就是破获王牌交易所的这个检察官，主要就是他透过他，所以他就破获了王牌交易所。应该说两边阵营都有擅长那个虚拟货币跟金融的，一边是律师团，另外一边是检座这个地方也加了，就两边都各自加了擅长这一部分。而且我再次强调这个陈文锦检察官他就是破获这个对这个王牌交易所最主要的检察官，然后他也被拉到这个案子里，所以我最后要讲了，就是说真的就是在柯文哲身边发生太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为什么这个诈团嘟就是投资你，然后不投资别人，然后他也捐了这么多钱，所以我就说从这个便当会后面开始发生了很多的灵异故事。我认为这个小草在举牌的同时这个民众党会不会有人可以来解释为什么就是你们会发生这么多怪力乱神的事情？OK， 因为好，刚刚小鱼讲，所以那个王律师跟那个魏律师是夫妻对，他们是夫妻。因为我看到那个所有的资料这些，当然你就讲说金流上面现在大家都在勾稽说了一些的金流嘛，那这金流来看，那它就是一个捐款 ，OK， 只是这个捐款在这个时间点又被拿出来讲，但是你如果真的把柯文哲主席，你还记得8月份的时候，8月底第一次在搜索，包括柯文哲主席被带到那个地检署在侦办的时候，在他离开的时候，他那时候有讲过，还记得吗？你们真的要这样对待一个在野党主席吗？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政治风暴？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所以一善是当柯文哲拒绝提讯第5次。我没给，我不要了，可以吗？我不要去。提醒给好，我就提醒好，你缺他就提醒点，我不要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刚刚讲，这算不算对小草来讲的话，算是一个穿云箭？而这所有来讲的话，当柯文哲在第一天就告诉你会不会有政治风暴，这算不算政治风暴开始？我觉得
第一天到现在已经30天了哈，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风暴，该风暴都风暴过去了哈，已经第30天了，还有1个月好不好？小草慢慢等啊，你们的集结，当然声援我们都支持的，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啊，为什么在土城看守所？我不知道土城看守所是不是禁制区？如果是禁制区，你们至少要保持一定的安静跟秩序啦，不要骚扰到所有的检廉也好，或其他所谓的犯行人的一些权益嘛，都有一些相关的权益在那里面。那另外要讲的就是说，刚才讲到金流部分，刚才讲的虚拟货币吧，其实所谓在勾稽这相关的金流部分有3个部分嘛，政治现金是比较清楚的，越来越清楚对于政治现金的这个金流的掌握。另外就是2个比较不清楚的部分，就是虚拟货币，另外就是海外账户嘛。那海外账户大家就会提到所谓的沈庆金的赌博事件嘛，他欠债的事件嘛，因为整个金华城的容积率奖励的过程里面，其实也解决了沈庆金非常大笔的海外欠债，这个海外欠债高达60亿，而这个海外欠债就是欠给所谓的澳门赌场的洗米华嘛。而这60亿里面呢，它其实是从所谓的2014年就开始的，而且在赌场界里面会喜欢去澳门的，可能小玉比我更清楚了哈。他去过澳门，我没去过澳门，但是所谓的去赌场界都沈庆金是一个铁屁股，就是说坐着就不走的，很爱赌的人啊。第二个就是说，他有一个习惯叫做，赚钱的、赢钱的都一拿走，拿现金走，然后输钱的都欠债所以欠了高达60亿给洗米华，而中间的过程里面还跟所谓的林炳文这个88会馆的这个大概就是老板嘛背后老板林炳文借了20亿，而林炳文也告了所谓的沈庆金欠款要搜索或者羁押他的财产。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2个人包含这个东西都跟所谓的金华城或者是柯文哲是有一些连带关系，让大家遐想的嘛。其实这2个人包含这个东西都跟所谓的金华城或者是柯文哲是有一些连带关系，让大家遐想的嘛。包含林炳文的88会馆，在2020年柯文哲2度去林炳文的88会馆，第2度的时候还是在所谓的2020年的3月又是3月。而且他还带了副市长，这个副市长不知道是黄珊珊还是彭正生，他没有写这是周刊报道里面说，到底是带彭正生还是黄珊珊，我们不知情，但是带了副市长跟相关的局处首长到88会馆里面去。我们先不讲跟所谓的金华城有没有关系，官正就不好了嘛。你带了那么多人到一个所谓的那个老板的一个会馆里面去接受这个相关的招待，到底有没有对价关系，我们不知道，到底里面谈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所谓的市政府的形象就完全不好嘛。而整个金华城在2021年通过840%的容积率的时候，同时洗米华就是所谓他欠60亿的这个人，他就涉嫌洗钱招待。你11月通过所谓的容积率，11月底11月27号他就被逮捕嘛，是不是跟所谓的沈庆金有能力还这笔钱呢？当然有能力还这笔钱我们从北院里面的所谓的裁定书里面看到，光是112%所谓的20%容积奖励多出来这个容积率，价值就高达200亿，我就没有算392到840%。如果是从392到840%，它总共有440%的容积率，是112%的4倍。等于你如果乘以4的话，200亿乘以4是800亿的利润。那800亿的利润，它当然有这个能力还给所谓的洗米华这些钱。而洗米华这些钱是不是透过洗钱管道，而这个洗钱被逮捕了所以这个段还是跟洗米华跟金华城这沈庆金有关系嘛？但是跟柯文哲其实还串联不到关系。但是是不是同样的手法，有没有海外账户被所谓的检联现在积极在调查嘛？所以为什么海外账户也是检联他们搜查的重点？而回过头来讲政治现金的部分，因为政治现金的资料是越来越清楚，而这些虽然钱不大，但金额不高，但是却是罪证确凿了，至少证据是非常确凿的。我们来讲的是说，他透过了我说这个所谓的金流的关系，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暴风圈。暴风的核心就是4个人嘛，沈庆金、柯文哲，然后李文忠跟所谓的朱亚虎嘛。那其中一个认罪了，就滚动了整个金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况嘛。那4大金库就是所谓的暴风圈，那4大金库就是众望基金会2700万，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讲清楚说明白。
那个中央基金会还发新闻稿说要开所谓的董事会哦，到现在还没开了，为什么呢？台北市政府已经把中央基金会的财报全部交给检联了，你们也没得开了，因为已经成为是检联调查的重点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新故乡协会有一个学者叫孙凤群，已经被传讯了，而传讯的理由是跟所谓的他是不是曾经做过所谓的新故乡协会的行政职，而这个行政职包含收受所谓的相关的一个所谓的政治的补助啊或者捐款有关系，而被所谓的传讯嘛，这也证明了柯文哲新故乡协会你就不能推给李文忠了，因为新故乡协会的理事长就是柯文哲，而不是李文忠，所以这一段的关系你就没办法再把它说推给李文忠，李文忠不认，因为负责人就是你柯文哲。如果中间有不法的相关的所谓的捐款或者是支出的话，那柯文哲你就直接得面对新故乡协会的所有的业务嘛。那这些东西都形成了一个暴风圈的暴风半径，扫掉红台位都是党部嘛。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党部梁秀菊，柯文哲都嫌党部的钱不好用啊？因为梁秀菊管账管得很严，但是出现了所谓的捐款的疑似所谓的金华城的捐款嘛，而其中的7个人有5个人认罪，是来自于金华城的高层给他们现金之后，他们才用这个现金再捐给了民众党党部嘛，而民众党党部可不可以宣称说啊，人家捐进来我就不知道了？是啊，如果是一般捐款，你可以宣称不知道，但是今天被查出来嘛，查出说你因为民众党的财务管理办法里面，党主席跟台北市长就是所谓的5都首长是有所谓的募款责任额，而募款责任额的作业模式就是我去找金主来捐进来嘛，那这个扣打就是算是我的嘛。而柯文哲主席跟所谓的直辖市长总共加起来各150万，就总共加起来有300万的所谓的募款责任额，而这些相关的所谓5个被告被认罪，其中5个被告认罪210万，中间有穿插了4个，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是不是金华城的钱，不过加起来刚好就是300万，密集在3月24号到3月26号里面汇进了民众党党部嘛，刚好就是300万，而这300万的3月24号到3月26号过程又跟一张 A4 纸有关嘛，就是你当台北市长的时候，你叫都发局赶快去研议所谓的容积奖励的办法，而 A4 纸那张的公文就在所谓的奉交下之后，直接给了金华城的总部，而钱进来之后，公文就出去，所以这会不会形成对价关系？这个未来当然是在法庭里面大家辩论的焦点嘛。虽然钱不多，300万而已，但是它却是非常的在时间上面，或者是在金额上面，或者是在柯文哲知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下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证明了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涉嫌收受贿赂。OK， 那在过程如果刚讲到说，因为民众党规定，包括那个募款的责任额，亚明，这是你那时候去爬出来的，对不对？你那时候去找到说他们有，因为大家那时候在讲那个捐款，就那么密集的3月24到26。然后我有注意到，然后你就讲说，因为民进党有一个规定，那个刚好在3月底以前，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奇怪，像今年今年的3月底，那时候黄国昌还紧急开直播啊，对，拜托救救黄国昌，我的募款责任额期限要到了，对，所以大家就讲3月底。因为一般都是到年底啦，一般政党是在年底，像这个周老师他们应该是在年底结算，年底会结算。OK。可是呢，民众党很特别，他们财务管理办法是规定在3月底以前要完成。那当然像这个办法，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办法是2022年颁布的所以因为现在讲的这7笔人头啊，什么30万是2020年捐的，所以那个时候义善应该还在民众党，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也是3月，是不是这个3月？应该是啦。理论上因为是延续线，应该是延续用的。OK。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刚刚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啦，任何政党都一样。那时候黄国昌在募款，也就是说，你备注你在那个电子汇款的时候，你要备注这是黄国昌委员的责任。所以呢，就是我是要算给他的扣打的。对，这个东西不会在监察院的系统里面显现出来，但是在党部的账册里面是会有注记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说要去对我是觉得北检要对太容易了。当然，你只要去确认他们党部这几笔，那当初有没有注记是谁的责任额，这很好查清楚啦。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在那边猜说会不会刚好就是，其实这可以去查的。是我先提这一块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讲这个什么金流或怎么样，但我必须要讲一个如果北检查到这个政治现金这一块那我必须说，那表示金流很难查。那有点偏了。对，
对不对？因为即便是政治献金，因为这是叫做依法公开可以查得到的资讯，如果连这一些你都要传来这些一个一个问的话，那就表示没有像郑文灿案有那种直接白手套500万这种很容易查的金流，那表示是不容易查。可是偏偏这个礼拜，柯文哲又出，刚刚我们说他出怪招嘛，他这个，我们以前在看守所哈。就是我是以前当替代役，是替代役，对，杨明不是在看守所，他是当替代役，以前在那里面服务的。看守所每天例行的业务就是一大早开门，不叫开门啦，就是开封哦。中央台主任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当地的地检署有没有来跟你抠人？对，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传谁谁谁，然后你就在那边等法警来带，然后呢，所以就会把这几个人带到中央台等法警来带走。那我过去真的没有，我在我的印象所及，没有人说被点了以后说我不要去。对，因为我都已经在看守所了，我怎么我也没有办法说我这个我要睡久一点，是啊，这个行为在司法界确实是一个比较罕见的。那可是呢，前几次大家都还记得吗？柯文哲过去在这个不抗告的时候，他律师有发一个声明。对，我们看第二点，我画黑线这个，你看他说。他不愿抗告是，请检察官于2个月羁押期间内穷尽一切调查义务，本人也会尽力配合调查。这是柯文哲自己说的。是，那为什么前4次他都配合？然后呢，穿着那个人家讲像大雄的那个服装，然后呢这样靠着，然后他到北检，为什么这礼拜一礼拜二为什么他要拒绝了？为什么？这是一个问号。对啊，而拒绝北检也让他拒绝，是北检，而且北检还要很温馨的找一个理由，对，说他的身心状况有疑虑。对，那我想这个也许就是两边在开始斗法了。这有点像是这个当初8月31号深夜，就凌晨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提审，然后呢我当庭逮捕，然后进提审，因为我要走人。对，这个有一点如法炮制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现在柯文哲，因为当然他们党内是研判。柯文哲可能一直被问相同的，每次提讯都问差不多了，他觉得那不耐烦，然后什么衰病历，这是他的这个性格等等。但是我们如果去比对一下，因为从上礼拜他是乖乖配合，这礼拜不配合，中间唯一的变因就是说有发生变数的，就是上周末的李文忠跟朱雅虎被收押。而我必须讲，因为这个礼拜一，柯文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绿箭啦。理论上应该是有可能有的，因为通常每个礼拜一可能这个律师就会进来看一下，然后你这个聊一聊这样子。那是不是柯文哲也知道李文忠他已经被收押了？通常每个礼拜一可能这个律师就会进来看一下，然后你这个聊一聊这样子。那是不是柯文哲也知道李文忠他已经被收押了？甚至我必须讲，在监狱里面，虽然他是禁见的被告，但他有没有可能在监所其实他知道的？那如果他知道这个案情有一些变化，他会不会重新思考他的这个辩护的策略？我想这个可能是接下来要去抽丝剥茧，但也许他也命好啦。我说的运气也蛮好的，礼拜2一拒绝。礼拜3、礼拜4就放台风假，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再传。我们现在可能就要看下一次北检传他，因为这个谢律师，我要跟你讲以前我们在看守所碰过那个不合作运动，羁押被告不合作，他怎么不合作？我碰过绝食的，我碰过，那他绝食的理由是什么？因为那个也是政治人物，也是但是他是有黑道背景那种政治人物。然后呢，他说，因为他说他背痛，他要一个小弟。陪帮他做这个按摩，这种的。他在看守所里面呢，对。可是这个叫里面的潜规则啦。那因为那个小弟通常看守所就会派一个，比如说刑期比较短的跟他放在一起，然后呢帮他处理一些这种按摩一下或什么的。好，我必须讲，因为那个是真的在当地是大哥啦，所以没有人敢惹他。好，结果呢，他因为那个小弟当天出狱，中午开始他就不吃饭了。他就说你立刻给我派一个来，那社防主管也很硬啊，社防主管说没有啊，一规定我们就是明天才能调这个社防重新调，我们会帮你处理啊，他当天他马上就要，当天我说立刻来，我背痛，然后他就立刻拒绝，那结果呢？绝食，
搞到晚上晚餐他就绝食了2顿哦，就2顿。可是到第2顿的时候，所长就来了。然后呢，所长亲自去当面沟通，不是我以为所长亲自去当面沟通，然后呢，就请社防主管安排立刻派人进去，就2顿，然后所长就去这样子沟通了。当然连明天上午都等不到吗？我觉得这明天法务部就要调查。对啊，很久以前，就算很久也要调查，这太夸张了吧？对啊，我必须说，这个是看守所里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潜规则，但是我说以前不配合是看到的是这一种的，可是像这种，我只是不想去被体训了，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听说，除非身体不舒服啦。当然，身体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像比如沈庆金，他现在住院啊，对，那你现在这个检察官有办法去这个传讯他吗？恐怕也没办法。所以我要讲的是，像这种状况在看守所很罕见。所以媒体报道也有讲啊，看守所也不知道怎么办，赶快打电话去跟北检请示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步。柯文哲会不会再去下一次的提讯？会不会配合？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是这个进度理论上看起来北检是有比之前突破了，而这个突破的点，柯文哲有没有办法去对抗？我说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就看他们2个继续斗法。OK， 因为在前2天的节目里，我在节目里面就讲说，那这一次柯文哲他就拒绝提讯，那接下来呢？因为北检不会接下来就不提讯吧？他一定还是要提讯吧，要不然我问了这么多的东西，我到底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就看下一次。对，杨明刚刚讲是，那下一次呢？柯文哲会配合，还是他继续拒绝？北检现在一定也在想，你如果继续拒绝，好了，他一定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就训嘛。那你不来，我去。可是我昨天就讲，北检你要因此每次都去吗？这中华民国也没有这种例子吧？就如果涉嫌人被告如果真的就这样的话，以后。那惨了，那以后每个人如果看完这个例子，大家都说我不要去，那可以延押啊。有些人是分析说，那这个检察官就说，那你因为你拒绝嘛，所以你导致我案情我没办法厘清，所以我就继续延押。那对柯文哲他不是官方？可是对他来讲的话，对柯文哲来讲，现在人家少这个礼拜6就已经要在土城集结，OK， 那有很多的这些对柯文哲现在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会在乎你多1个月2个月吗？这些事情现在。好了，以柯文哲拒绝提讯，某种程度，黄国昌讲那句话是不是也是柯文哲现在的心态？黄国昌说，北检反正你一定会起诉柯文哲，柯文哲心态大概也是，你一定会起诉我，这一关我不玩了，我留着到法院去再说，所以中间我也不需要配合你什么，是这个样吗？刚才杨明讲，当初律师在要收案那个时候，律师发的声明里面讲2个月，他们都已经设想好2个月了，然后我会穷尽一切方式，你就查，我一定配合。那为什么会这样？中间刚刚杨明所讲的出现的那个变数，就包括李文忠跟周亚虎2个人被收押，是最大一个变数吗？苏北这个变数会有什么样一些的效果吗？好，我们再看今天最大的一个出现的新闻，就是讲小草要在礼拜6集结嘛。OK， 那个小玉，麻烦给我看一下那张，来，就这个，对不对？钢铁，来，苏北，来，有没有看到？无罪收押30天，当然无罪推定，他也没有被定案。你这样写 ，OK， 无罪收押，但他就是收押嘛。怒呛新威权，讲白了就写给你看的。不，这就荒唐嘛。现在在看守所哪一个人是有罪收押的？有罪就直接关起来了，好不好？在看守所里面的全部都是以无罪推定，都是无罪收押。只是因为我怕你会串证，我怕你会灭证，所以我先把你压起来，让你的这个人身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配合我的调查嘛。那如果柯文哲这样行，我告诉你，以后每一个这个被告啊，全部都去养小草就好了。以后跟柯文哲买。你用小草轮流来帮我来土城看守所来声援我一下，以后就全部都是不用这个检察官这个杨明所说的啊，你们以后什么开封的时候都是看谁要去这个地检，以后不用，全部都是检察官来看守所排队，对不对？来应讯啊，这样子怎么行？可是问题是对检察官来讲。柯文哲这个被告好不好处理？不好处理嘛，因为他是一个有声量的人嘛，而且他是有一个是一个这个台湾第3大党的党主席，所以你要去办他的时候，你一定必须要非常的审慎哦。所以包含之前讲的哦，就是说他拒业审的时候，你要当庭逮捕他哦，包含他拒绝交保，他弄了一个声明说我要配合哦，说我要配合侦办。然后到现在他拒绝提讯，我觉得你不觉得这都是有剧本在演的吗？第一个是我不配合你夜讯啊，因为我辛苦我累啦，我要回家，我就要挑战你要当
当庭逮捕我，我要形塑一个现在的这个检察官就是赖清德所养的这个新威权嘛？你看他就当庭逮捕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状况底下就逮捕我了。哦，然后逮捕我之后，这个检察官开始这个所谓的这个要羁押的部分开始进行了，然后就拒绝交保，我要形塑一个，我要配合调查，我要配合你调查，但是呢，你调查几次了？调查4次啊。有没有结果？也没有结果啊，所以我就拒绝提讯，因为你是在搞零敌，所以他整套剧就是要这样演，然后就形塑一个就是所谓的执政当局在针对柯文哲，他是一个被司法凌虐的政治受虐人，但事实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就是我讲的啊，现在在看守所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配合，而且包含谁？包含彭政声，包含应小薇。包含沈庆京，还有最近被押进去的朱雅虎跟李文忠，全部都是一样，他们都是无罪被收押。彭政声被提了几次，跟你柯文哲差不多吧？应小薇也是啊，沈庆京也是啊。那如果你们要叫小草声援，那这些人要不要一起声援？全部都应该要一起声援吧，不然就不公平啦。那为什么只有柯文哲因为是民众党的党主席，小草就可以去声援，然后黄静莹就说你们明明就没有证据，然后在那边什么一下是木可案，一下是政治先进案，一下是金华城案，又是北市科案，全部都是什么所谓的跟着议员、跟着媒体在侦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全部一起声援啊？为什么我在那个民意觉的那张宣传单上面没有看到其他的名字，只有看到柯文哲？对不对？这很显然的就是一个政治操作嘛。而这样的政治操作，我要再讲一次，他对柯文哲的司法上面完全没有帮助，他只对谁有帮助？对现在民众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有帮助嘛？尤其是接下来在后柯文哲时代要接棒柯文哲的人有帮助嘛？所以谁出来号召？黄国昌嘛。对不对？黄国昌就说先冲了嘛，而且还说什么？说这个我们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昨天去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讲说听到黄国昌想说柯文哲看到地检署里面的监视器的时候，就像看到赖清德。赖清德听到这一件事情，他怎么说？就一笑置之，他就生气了。黄国昌就生气了，说怎么可以一笑置之？怎么可以这么冷血？那我想要问一下黄国昌老师。不然你要叫赖清德哭吗？不然要怎么样？不然不一笑置之，你要怎样？在民主社会，你要怎么样批评总统？总统都没有办法拒绝，对不对？这都是你的言论自由。那你觉得这样子是一笑置之，是所谓的在形塑一个新的威权？这就完全就是政治操作嘛。但是我要讲说，柯文哲该不该怕？该怕嘛，因为。行贿，柯文哲现在被控的是利用职务贪污，那柯文哲不认，彭政声不认，就是相关的公务人员全部都不认，但是给钱的人现在认了，给钱的谁认？朱雅虎认，而且他现在朱雅虎被认定他关心的案子就是金华城案，所以这是跟金华城完全做上连接的。但是民众党不认，也不能认，因为认了小草就崩了，因为这已经有金流，因为接下来不止朱雅虎认嘛，包含。这个所谓的四叉猫所查出来这个7个被列为被告的微金员工，有5个也认了，而且这5个人认说不是我的钱，是老板拿给我，而且拿现金给你，对，拿现金给我，叫我捐的，所以这完全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已经有几个人认了，有6个被告认了行贿罪而且这个钱流到哪里去？流到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去。而且这个钱流到哪里去？流到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去。姑且不论这是不是柯文哲的所谓的民众党内的这个所谓的责任，可是他已经流进去嘛？流进去违不违法？如果他有相关的对价的话，徐永明就告诉大家了嘛。徐永明之前的那个案子，他也没有他那个行贿的钱，第一个还没拿到，第二个他是承诺要进到时代力量。这位很好，是在这边我就不好意思讲，钱都还没进去，对啊，钱都还没进来，对啊，所以你看，这个钱还进来了，周老师的口气有点遗憾。他被判了7年呢。他
被判了7年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他怕不怕？他当然怕。所以我姑且我不知道他这一出戏到底是预定好要演，还是说他时间到要演，还是因为他现在知道有人认罪，所以他必须演。演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人家认到哪里，因为到底朱雅虎认到哪里，他是指因为这7个员工到底是不是朱雅虎供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哦，还是检察官自己查出来，我们完全不知道，而且还有包含李文忠到底他被查到什么，柯文哲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他如果在这个时间点马上就应讯。他如果答了乱七八糟，对他来讲是绝对没有帮助。所以不知道柯文哲是怎么样在想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他不应讯这一件事情，当然是挑战很大，不过应该会这么做了。是吧？你判断整个过程是因为中间出现了朱雅虎跟李文忠收押这件事吗？其实大家刚苏培长那个就是有没有行贿的这一方，朱雅虎有认，那裁定书就说他坦诚了犯行。但是所有官员的这一边没有一个人认任何一件事。但是刚刚杨明讲的对，因为中间唯一出现的变数就是李文忠跟朱雅虎被收押，对，这会是造成柯文哲拒绝应讯，所有接下来一路上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以后每一次都拒绝应讯啦。可不能一直拒绝下去啊！不可以，我知道。对啊，因为我觉得朱雅虎跟这李文忠被收押之后，我觉得整个案情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朗啊。就你在之前3个礼拜，大概就说，一方公说公有理，另外一方就说这可能是图利，或者说蒙他一个罪，就或是吓他，然后呢把这个中间呢去拨一些粪水。但是呢，这个被收押之后，就证明说这个案子里面确实有人拿钱。那到底是谁拿钱？坦白说，我们现在不知道哦。到底朱雅虎给的是柯文哲，还是其他的官员？这部分还不知道。所以在这样子的发展下去之后，我觉得柯文哲呢以静制动，他的策略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必须要靠外面的讯息去了解目前的案情的进度到哪里。那我不知道进度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这些人去串通一个局？那这个局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中间哪些公务员真的有涉案了，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去建构这个图像的，所以当外界出现很多变化的时候，他在里面就一动不如一静。我看外面再怎么变化，整个办案方向怎么走，整个风向怎么走，然后我再来提讯之后，我再来讲我自己的要讲的事情。好，刚刚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在前面包括讲沈庆金跟应小薇之间是不是有那个4000多万，包括是不是有流到他的一些协会的一些的款项？对。但是不管怎么走，那款项都在沈庆金这一边，对，也就是跟市府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画上任何的线。但是如果当朱雅虎说对我，因为朱雅虎总不会要去对应小薇吧？不用，他不用对应小薇了，他们都是同一挂的嘛这边。所以那当朱雅虎承认了以后，李文忠同一天被收押，某种程度是不是代表跟这一边，就像你刚刚讲，只是不知道谁，跟这边是连上线，连上线啊。OK，那当然你说政治现金的那一块，也是从金华城这一边跟最起码民众党这边是有连上一点线，只是他就是政治现金嘛，你大不了就说我违反政治现金法，我就违反政治现金法，你还没有办法找到说这之间有什么刚刚讲的有没有对价。但是当这个线某种程度连了以后，它会不会就产生后面你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就变成了？因为你现在看起来有两个就是钱的平台中心。好，一个是应小薇、沈庆金是个平台中心，他目前看起来就4000多万，4500万左右。那但是前几天有个消息很奇怪，他说这个4000多万啊，只用了1000多万，然后另外有3000万左右呢在账上还没动。好，这个消息只有1天，而且很小，后来就没有再发展，所以我们没办法判断这个消息是真是假。那如果说他1000多万有动，然后3000万没有动的话，那这个钱到底现在停在应小薇的协会是伺机而动，还是未来要做其他的事情，或者说来不及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不知道。然后这是一个钱的线索，然后这个钱呢又衍生出他去捐款到民众党，那这个就比较清楚了，7个人30万，就是210，目前看到。那另外一条是朱雅虎，朱雅虎他同时也身兼沈庆金旗下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哦，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平台呢也是可以出钱的。那这个出钱呢，很显然就是跟进华城有直接的一个贿赂关系存在，但是不知道他贿赂的是公务员、非公务员，还是什么官员，还是甚至说科员等等，现在都不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所以看出来他有2个出钱的平台，2个钱的这个平台。那柯文哲在这一端，他到底是有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平台的钱，还是当初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的？更何况有个大账房李文忠，就当然这是一个巧合，也许是个巧合啦。就是李文忠成立木可公司的时间点是2022年的大概10月份，但是金华城最后的那个发照，如果按照这个公文来看，是2022年9月份，他的时间点很近啊，很近。那个时候是谁？那个时候柯文哲决定要走选总统这条路了嘛，所以木可公司的成立绝对不是偶然嘛，一定要为铺成未来选总统这条路去做一些文宣啊。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统筹整理等等，那这个时间点跟这个钱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因为你开了公关公司之后，开公司开门就是所有的钱下去，然后要开始做一些筹备。2022年9、10月间的时候，你要选总统已经箭在弦上。不过现在整个看起来，我不晓得周老师，如果真的讲的话，朱亚虎会是整个案子很大一个破口。有人说另外一个最大的破口就是要看李文忠。在这里面，李文忠会不会扮演任何角色？这是2大破口吗？要不然的话，你讲检方会这样大动作的做这些，某种程度一定有他的一些的道理在啊。对，这个从我们刚刚一路讨论到现在啊，我稍微帮大家厘清一下2个时间点：2020年便当会。又是3月，我一直以为就农历7月会有鬼故事。对，便当会后有一笔钱有一笔钱。那现在其实也不能讲一笔，有一些钱捐到民众党去，现在已经推升，从200亿推到300万了。最新发展，不要忘了之前2个礼拜我们来讨论陈佩琪在这个时间点有大量用 NTN 存款。好，所以这个是属于2020哦，然后还有2022。就是包括他要过建造啦，然后最后面的整个什么木可公司成立啦，这个时期呢，陈佩琪也有去 ATM， 然后还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然后呢，还包括了可能存在的，包括应小薇啦等人的那一笔款项。那朱亚虎的角色是什么？他不见得只属于2020哦，他可能是一路漫过来，也就是说，他目前可能不是只有一条路，他可能是2条路出去啊，那就是。其实就是多一点点嘛，比较方便联络。那再来是朱亚虎的角色以及他还是讲说怎么串白手套。我依照我的议会经验、政治经验，他就是个标准的府会联络人那专门去市府串，专门去议会串，做府会关系的，就是因为他本来就熟门熟路嘛。原来是局长。等下，2位，他比较像府会联络人吗？对啊，你不能问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议员对，那我必须要讲，我真的不认识，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我听到之前就他确实对一些议员的这些服务态度蛮积极的。OK， 我觉得光他可以敲定840 20% 龙奖这件事情就很不简单，而且他还可以敲定蔡姐帮忙去瞧林周明跟林金龙跟沈庆金见面，代表他都不简单，而且他是郝龙斌的官。郝龙斌时期，他不是柯文哲的官他是郝龙斌的时候的官，郝市府都已经结束，而且柯文哲那时候第一任的时候这么讨厌郝龙斌的状况底下，他都可以敲定蔡姐帮忙敲定那个会议，代表这个人手腕之高啊。他有在走他有在跑。好，所以很多的线就要连接到他身上。那至于他行贿谁其实真的贪污治罪条例。不要讲第2条，第3条就直接盖掉第2条了。第3条是你跟第2条都是共犯，你也一起下去了，就这样。所以靠第3条就大家一起下来，都可以下来玩了。好，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他的在这个串的过程跟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脉络可能是很接近的。比如说打散化整为零，叫企业以底下的科长、股长、什么办事员的个人名义捐进去政治现金。这一套其实大家都在玩。我们时代力量之前在去年选举的时候，也有抓到特定集团捐到，比如说侯友宜的旗下，那是在2022的。知道经济党这块，因为今天民众党还有出来讲说，像那个你们要讲说有没有什么募款责任额，或是那个政治现金的，那民众党那个像周宇轩他们就直接讲，好啊，大家都一样嘛，大家把所有人都拿出来查嘛。对，他们现在就把所有人都拿出来查。其实你要讲在台湾政治来讲，大家全部都拿出来查，OK 啊 ，OK。但重点是在于所有查出来，我偏要讲有没有还有这样的模式，一定有，对不对？一定有，对。只是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对价的问
问题，这是我们更在乎的一块嘛。你的时间也太近了，人家可以说我长期欣赏你，30年来都在支持你，有没有？有啊，有，大家都有这种老金主嘛，做政治的怎么会没有呢？那他有没有案子报道？那其实当然能避就避了哈，就是你要去讲的话，当然可以，大家都可以查。我认为这个摆在公平嘛，我们也会去质疑其他政党，但重点还是在于说。这一种模式，它往往是搭的其他模式，不是只有这一条。现在小草的策略已经从阿北没有收钱，变成阿北只有收210万，变成阿北只有收300万。啊，你这样子干脆就给阿北增到3亿好了。就是这个论辩的模式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汇款跟大家想象不一样。重点还是在于说，这一种模式它往往是搭的其他模式，不是只有这一条。现在小草的策略已经从阿北没有收钱，变成阿北只有收210万，变成阿北只有收300万。啊，你这样子干脆就给阿北增到3亿好了。就是这个论辩的模式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汇款跟大家想象不一样，它不是银货两讫，咔清哦就2亿汇过来，2亿多难处理啊！它可能是我这笔钱都先记在你这边。架虎在你那边，然后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讲，你40是地的用在什么地方，帮我去哪里付钱。这是我们过去常听到一种模式，就特定的企业长期赞助，那帮助它的互动是长期的，你很难去找到1对1直接这样刚好接起来，这一笔钱就是对到这一个案子，这一笔钱不见得，但他们的互动关系是很久的，可能10几20年来都是一直在套这个钱，甚至有很多助理啦，我们讲过所谓企业赞助的助理，他直接就是养在那边的，这种东西讲太多了，所以当你的论辩策略是说这个钱太少，这个钱对不上的时候，实际上检察官他在抓的其实就是我看能不能，比如说假设你有100%的互动。我看能不能抓到10几20%出来，慢慢的去勾勒出整体的状态。所以现在柯文哲麻烦是什么？他不是麻烦在朱亚虎认的那10几%，是他糟糕，其他还有没讲的？哦，会不会那些其他，比如说还有个80%、70%的东西，朱亚虎再讲个10%，朱亚虎再认个10%，这10%呢，可能不需要再传人来，他只要去调个账，他调出来，确实有一笔钱汇过去，这也许就中了。所以当现在民众党或是这个一些人在论述这个案子的时候，都是假设就只有政治现金这笔钱的时候，我认为实际上反而凸显他们本身不太了解这个其实大家这个中华民国这一圈比较黑暗的这一面呢，它的运作模式其实跟大家想的真的不太一样。OK， 中华民国黑暗的那个模式，从姚明刚刚讲的那里面还要按摩，然后邱哥讲的还有这些，原来有这么多黑暗的一些模式在这个地方。好，可是你说这一个案子一路往下走，那中间的那个人，你看，当李文忠第一次被大家认识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就是那句名言，对不对？我非常负责任的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一战是李文忠这个人真的是很单纯，就是这个样吗？他什么都不知道吗？当然，你说像徐武他们后来出来讲说，他也不是民众党的大账房，他也不是什么什么，可是他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徐武后来也讲说，连那个穆可的那个连那个民众之声的斗内的那个斗内的钱。要不要在穆可的账户里面，也都是李文忠讲说，反正李文忠讲话很有用啊，当然有用啊，他跟柯文哲50年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嘛，所以现在黄国昌说那另一个先生，另一个先生，那另一个先生另一个先生已经没穿裤子了，所以那另外一个也一定没穿裤子可以这么比喻啦，因为真的是两个人就是说真的连性格都很像，能不花自己钱的绝对不花自己钱，这就是李文忠的性格嘛。我常常说他连烟都抽2手烟，不是抽2手烟啊，抽3手牌的真的吗？连抽烟都要跟我们金牌拿烟的人，所以他包含在所谓的他在北捷董事长的任内嘛，就不断的去说，我北捷我没有，北捷是没有所谓的员工宿舍的，所以他把一个会馆本来是他们北捷里面应该是出租给大家去办活动的所谓的宿舍，他把它4间打通，花了280万的元变成他的招待所，变成他自己的宿舍，所以他整个就是可以不花我的钱就不花我自己的钱，所以他是这样的性格的人嘛，所以他跟柯文哲的关系非常的好之外，其实跟柯文哲同样的性格，而跟柯文哲同样性格，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本来应该是柯文哲讲的台词，他马上讲去啦。我很负责任说，我完全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柯文哲要讲，你先讲去，那我怎么办？
你不知道，那难道我知道吗？不是我2个人讲好，就是一定你扛啊，结果你不扛的时候，那变我要扛啊。所以变成是李文忠如果被所谓的羁押之后，他到底所谓的有多久会咬出柯文哲，变成是很重要的关键嘛。而最了解李文忠柯文哲金流的，当然就是李文忠嘛。一个人有本事蔡壁如跟柯文哲是30年的关系嘛，抵不上50年的朋友啊。2018年，而且这件事很诡异哦。2018年5月，他把蔡壁如赶走，变成办公室主任。虽然蔡壁如还挂顾问，但是他基本上就已经是在处理选务的事情，不处理所谓的市府里面的事情了。柯文哲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到底跟所谓的朱雅虎2017年给蔡姐的信，蔡壁如办事不力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后来没有解决，派了所谓的李文忠去解决了？所以换掉了蔡壁如，变成是李文忠嘛。所以蔡壁如这件事情你要讲清楚哦，否则可能你也有事哦。因为现在朱雅虎已经要咬了嘛，那他这笔钱2018年的选举款，每一次都跟选举是有关系的。从2018年从392到560，有没有跟选举有关系？当然有啊。陈佩琪的那个所谓的1000多万，230万的所谓的 ATM 理财那个部分，为什么还有剩下230万？我们大家一直在质疑嘛。政治现金明明就是亏损了1000多万嘛，然后如果你还掉了所谓的房贷之外，你还有亏损58万，加减再加上你的230万的所谓你的现金存进去的，你就有1500万在那边，你解释不清楚这个财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财产交代不清楚，是不是朱雅虎，可能就跟检调交代清楚了。那检调交代清楚，他是透过谁去捐了这笔钱？这个东西是李文忠还是蔡壁如？当然是蔡壁如要去做澄清嘛。所以蔡壁如为什么一直说我已经离开了，跟我没有关系？是不是他说的就是李文忠接下来是应该去负责这件事情的？所以李文忠可以咬的很多。从2018年，从2020年，他即使不再做北市府的所谓的市长室的，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跟他有关嘛，还包含为什么简淑培常常被柯文哲骂剪七段嘛？就是他去瞧了大巨蛋嘛，就是他去瞧了大巨蛋，本来大巨蛋的容留人数只能6万人以下，59999，结果他去瞧说你们就一定要69999，他因为这件事情跟林周明闹翻，所以一定要林周明离职嘛。柯文哲其实后来还很后悔，要他回来做所谓的都发中心的主任，但是林周明已经不要了嘛，说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做事的位置。林周明为了做都发局长，他损失7年，他是台湾非常知名的建筑师，这7年包含3年的旋转门条款，他没办法执业，他损失多少钱？他根本不在乎那个所谓的官位，他在乎的是说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盖多少公宅，可以帮台北市解决多少问题。所以包含很多的事情其实跟都发局一点关系都没有。OK 林周明都愿意帮忙，因为他希望的是一个更好的台北嘛。但是如果讲到林周明，很怪，林周明也被传了3次。对。大家因为林周明大家都知道，他对这整个案子是反对到了极点的。他甚或连392以上，他都觉得会有点问题。但是如果把林周明跟李文忠都摆在一起，我记得那时候媒体有报道，包括李文忠是大剧还是什么，对林周明还讲什么那个会议记录要不要改。我那时候在节目也讲，怎么可能会有大剌剌的会议记录可以改的这种事？是。然后包括李文忠这讲到，还记得那个时候小英跟柯文哲的那个北门会。对。北门会以后，那柯文哲的脸色之难看，然后结果后来不是媒体讲说，有一个柯文哲的高级幕僚还跟小英的那个前面大家在商量要不要会的时候，就有一个高级幕僚出来讲说怎么样跟总统府认说你们都来求饶了，你们现在要看我们脸色喽。那个人就是李文忠。是啊。那时候在2018年选完了嘛，柯文哲赢了3000多票，险胜这个丁守中。然后他那时候跟蔡英文见面就很生气，因为他认为就是因为蔡英文没有劝退姚文智，所以才让他选得那么难看嘛。所以他那时候在北门会的时候给足派头嘛。而且凭良心讲，那时候还有一个背景因为2018年民进党选得很惨，对，那个大惨，因为韩流旋风，民党大惨，柯文哲那时候又险胜，对。这2个背景一摆上来，所以那时候是给平常讲，真的是给小英吃足了苦头。是，而且他那时候给小英吃足派头的原因是说，你看接下来你要连任的时候，我要不要出来选？你看你要看我脸色。所以那时候李文忠就直接，而且隔1年他就成立政党了嘛。2019年他就成立政党了嘛。然后那时候成立政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没有？那个柯妈妈还拿着柯文哲去要准备选举总统的相关的文件，在中选会排来排去，不是吗？就是类似吗？
对啊就是郭台铭本来要联署，后来不联署了，所以在联署日的最后一天，一堆人拱着柯文哲找柯妈妈一起去的中常委。对，柯妈妈还被人家载去嘛，被柯粉载去嘛。可我要讲的就是说，李文忠在柯文哲的第一任的后期跟第二任开始，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蔡壁如在后期的时候，柯文哲对于他的跟财团相关的关系，他是有疑义的，所以他渐渐让他越离越远。后来取代蔡壁如位置的人就是李文忠，而大家瞧大巨蛋这一件事情，之前谁先去瞧的？蔡壁如啊，蔡壁如先去跟赵腾萁见面嘛，后来被公开之后，蔡壁如就没去了。后来接替他的人是谁？就是李文忠。而且李文忠不只是在第一，他跟这个林周明瞧大巨蛋的人数是什么时候？是柯文哲连任的。2018年他已经选上了，选上之后，他们小内阁要先总辞，总辞之后会再重聘嘛。然后在这个12月初的时候，他就把李文忠就把所有跟大巨蛋有关的人全部都找来，局处长找来开了一个会，直接要求林周明说：“你那个容留人数啊，上一次你们都审会议开啊，59833那个太硬了啦，不行啊。”所以呢，我们12月18号要总辞，我们小内阁要总辞。我先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有没有可能继续往前走？如果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留啦，不过我要先确认一下，大家能不能继续往前走？这不是恐吓意味已经非常浓厚了吗？然后在那个会议里面就公然的要求把59833的人数往上调，而且往上起码要调1万。然后林周明就说不可能调啊，你起码要公文来吧。他就说不可能公文呐，远雄就说了不可能公文，所以一定要这样子调。后来林周明非常的确认，就是不可能这样调。后来听说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李文忠又再找了林周明一次，直接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容留人数这样子，大巨蛋的售价会少100亿。”直接拍桌啊！这个东西林周明都在他的脸书上面，其实有写白的。但林周明呢，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天真浪漫的艺术家，他完全不知道那时候柯文哲已经想要放水大巨蛋。他觉得这是我跟柯文哲的承诺，59833就是一个安全的人数，你不可以这样硬搞我。然后他就一直等，他完全不知道他在12月25号他会被请辞，他是一直快到时间的时候才接到指令说柯文哲要他去当台北市驻都中心的董事长。他那时候才知道说哇，李文忠讲的是真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李文忠对柯文哲来讲就是敲定这一些人，比如说李文忠说远雄要再多1万人这一件事情，李文忠怎么会知道？因为他跟远雄谈过啊。那远雄为什么可以跟他谈？为什么信任他可以跟他谈？就是因为柯文哲。OK。他完全不知道他在12月25号他会被请辞，他是一直快到时间的时候才接到指令说柯文哲要他去当台北市驻都中心的董事长。他那时候才知道说哇，李文忠讲的是真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李文忠对柯文哲来讲就是敲定这一些人，比如说李文忠说远雄要再多1万人这一件事情，李文忠怎么会知道？因为他跟远雄谈过啊。那远雄为什么可以跟他谈？为什么信任他可以跟他谈？就是因为柯文哲。OK。所以李文忠后来虽然在第2任之后，他没有继续在市府里面担任所谓的市长室顾问。但你知道他到北捷的董事长去，其实更好，更好，因为我告诉你，天高皇帝远，因为我们通常议会在监督的是监督谁？监督北捷的总经理，董事长是不用来备询的，所以他派到董事长，派到北捷去，他可以在北捷，你知道吗？他就弄了一个所谓的电商中心啊，搞了50几个人啊，把我们开捷运的司机都找去拍影片，而且那时候北捷里面的员工就跟我讲说，他拍的影片很多都是帮民众党拍的啦，然后自己把这个所谓的台北市政府捷运公司的资源拿去卖咖啡，你看又是卖咖啡，你知道我们卖咖啡是每一个捷运站的站务人员哦，你都可以在电商里面下单，然后到每一个站务人员不是卖票给你，是卖咖啡给你。对，那时候还把一些那个捷运地下街啊变成有一个 corner。
被这个咖啡抠呢，对啊，然后说就是说他对咖啡就是情有情有独钟。独钟。后来他在民众党里面做一些竞选小物，也是咖啡，所以难怪后来那个是陈佩琪本来也说要开咖啡店小厂咖啡，咖啡馆。然后那一阵子就是那过去那4年啊，北捷啊所有的伴手礼3节啊都是咖啡，对，然后各式各样的咖啡礼盒，还找了。然后我还突然问说，哎，那北捷跟咖啡没有什么业务的关系，你也不是做餐饮的啊，也不是做饮料手摇的，为什么要做咖啡呢？他们也说不出来，就是长官说要卖咖啡，而且你知道那些咖啡的通路是现行的咖啡通路，他直接去把人家的商品买来，弄上北捷的包装，就把它卖，然后就卖得更高，所以就是它的成效就非常不好嘛。那时候我们统计之后，他大约还亏钱呢，营业还亏钱呢，而且他不止做这一件事情，他之后上任的时候，他本来还要台北市还要捷运公司编列几千万让他买董事长的官邸，后来是9500万，对， 9500万，后来是被张哲阳，你都记得哈？哦，对，因为那个张哲阳挡下来，对，后来被张哲阳挡下来， OK 结果他就自己在我们北捷的那个北投的那个学园城区机场弄了4个房间，打造成他的接待所。是，然后后来还不止这件事情，然后他搞的东西真的非常夸张。他还要我们那个北投机场的同仁呐，在那边种蔬果，然后把这个蔬果拿下来之后卖给自己的同仁当业外收入。你有没有想想看，我们的北捷公司的董事长的不家，你知道搞了开心农场，他搞了半年下来，我们那个开心农场还亏66块，你知道吗？就同仁啊，你1个月4、5万块付给这些同仁，他就是在北捷公司。可是如果讲李文忠，如果这样的话，那思刚，你刚才也讲到这么多这些事，那李文忠在这整个案子里面看起来他应该蛮重要的，是啊。可是你看最近徐府他们感觉起来就是跟李文忠对那个叫那位黄文章说那个先生嘛，另一位先生，另一位先生，然后讲说他也不是大账房，讲了很多这些。那有很多人讲说这样子聪明吗？如果跟李文忠都切割成这个样的话，那对李文忠来讲，那我就无所谓啊。反正我如果要是真的有过中间犯过什么事，那如果真的承认，搞不好可以跟真减刑，什么污点证人要不要转？就真的他这样做法是好的吗？我觉得民众党现在跟李文忠的关系基本上有点这个欲尽还迎啊，有点就是千丝万缕，你要怎么切断？因为他本身在竞选总部的时候就是一个大账房的角色嘛。虽然坦白讲啊，就是选这个政党是为了选总统而存在的啦，所以基本上就是以选举总部作为他一个发动中心嘛。所以他的不管是账房也好，或是这相关的这种传达旨意啦，或代表柯文哲去瞧事情啊，其实基本上大家都认可他是柯文哲的分身嘛。你出来讲话，代表说你讲的话是老板 OK 的，这老板的想法。大家看到他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我觉得民众党这些党务的同仁，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有点同情他，就是他们知道一些事情，但也不能讲太多。就是或者说我也在某个程度上，或者是这些人根本非核心，也许但不知道，因为也许真正核心就是那2、3个人，也许李文忠的妹妹跟柯文哲或柯家人，所以那才是真正的核心。那很多的工作人员也许是这片段，就他只是处理某一段的事情，尤其是党务的，卖咖啡的，卖小物的，卖小物的，有的部分呢去做发展组织，你不知道那个全貌嘛，所以每个人去斗的那个话，大概基本上就斗一点点，包含说现在的很多的，也许民众党公职人员，因为过去的生涯里面参与的都是片段，或是隔一层又一层，所以他看得到的到底是全貌，还是说他只接触他自己那一块？其实坦白讲，这些人现在大家都在拼图当中。OK， 那他们的疑惑可能比我们更多。只是他没办法讲。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你要看最了解这件事情的是谁？最了解李文忠，最了解柯文哲，最了解李文忠在柯文哲身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是谁？是黄珊珊。是啊。黄珊珊有没有出来切割李文忠？没有在政治现金的这一件事情上面，黄珊珊骂的是端木正，告的是端木正，把所有责任都切割给端木正。但是对于财务长李文忠，他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他都已经说很负责任，告诉你我不知道了。我要告诉可是他也有跟他敲桌子啊。李文忠要讲很多的时候，要给他敲桌子啊，代表什么事情？黄珊珊知道李文忠有多重要，不可以切割他，所以包含徐府，包含这个
周瑜修啊出来切割李文忠，还有黄国昌出来切割李文忠，只有几个状况，就是第一个我讲的非核心，第二个就是故意啦，故意要切割之后让李文忠压起来，全部都勾出来，柯文哲就被压起来了，就放不出来了，你知道吗？你说讲黄国昌，其实他并不了解。就是金华城这一段，没错，他都没有参与到大巨蛋，他没有参与到前8年的情况，而且他所知道只是说案发之后的情况。黄国昌甚至不知道李文忠在选举的时候担任幕可的关系，那个核心的程度啊。对，我记得杨明是你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吧？包括那个4300万买那个房子，你说你有回头去大概问过，全党都不知道，对，连那些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你说他们怎么可能会？就你们所谓的非核心的人，怎么会少着这样一些事？但那个核心不是党的核心哦，对，柯文哲的核心。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杨明刚讲到，那黄珊因为在访美嘛，就那个回来了啦，已经回来了嘛，对不对 ？OK， 访美回来这几天，从出去访美一直到今天，这么多的一些事，包括柯文哲那拒绝提讯说的这些，有2个人都没有讲话，黄珊跟陈佩琪最近都没有声音。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对民众党来讲，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如果今天你是潜在的可能要去被传讯，像陈佩琪是已经被传讯，还不止一次。对，那黄珊珊是还没有传讯到他，但是很多人希望他被传讯。你要像林涛每次发文必提黄珊珊，那对于他们来讲。就说黄珊最近他的动作大概就是说，我发文给什么内政部，前一波就是他出国之前，对，我发文给内政部了，国土署说，你看他还帮我们背书，结果后来又被抓出来说没有啊，人家说这个他们不针对个案去评论嘛，那而且还讲说这种龙奖不建议这个去比照，所以我只能说啦，黄珊很努力的希望帮民众党建构那个所谓的未来在这个所谓的容积奖励的这一块的那个叫做论述，他是在建构论述，可是呢，你说这个东西大家会相信吗？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台北市议员颜若芳，他就找出，我觉得这也很厉害啦。他找出一个民众的2021年9月30号的陈情，因为那一年的9月9号就是都委会，就是这一次他们给840的那个结论。那个民众，我觉得那个民众也很认真啊。他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捷运东环段的被征收户，他说呢，捷运局征收我们容积只有225啊。然后他就举2个例子，他说你们那个广慈那个博爱院那个案子他们的容积提高到300多然后呢那个金华城9月9号刚通过，说变840，对，他讲了一句话，我说那个是陈情文里面民众自己讲，他说你们告诉我那是特案有回馈，这是民众的原文叫那是特案。有回馈，那这是民众理解是那时候的市政府是谁？就柯文哲的市政府，官员告诉他说这是特案，那现在黄珊珊他们民众党希望说通案这是通案，这大家都可以用的所以这个当然我说这个有点是拿过去的这个民众的心声去打脸，说现在你们讲通案是不对的，因为当年有人说想要比照，你们说没有啊，对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这是民众陈情的说法，可是我这些东西都留在，这些都是市府的公文里面记录着啦，这个叫陈情的记录。我说会去翻到这一篇，我也觉得很厉害。那还找出这一段，你看这是特案，不是通案。那当然我只能说，最近对民众党来讲，尤其是有关系的人，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像黄珊珊绝对有关系，因为便当会他是有出席，他有出席，只是说他跟这个案情会有什么样的连结，不一定，因为他的这个业务范围不见得有关系到，只是说在这些事情里面他接下来要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搞不好北检很快就有下一波，一直说陈佩琪可能会被传或怎么样，所以因为北检的侦办是边办边问，对，边决定说我要找下一波。其实你从李文忠跟朱雅虎的案例就可以很清楚了，他们都不是第一次被讯问，可是呢，都在之后，也许掌握了关键的资讯之后，就有相关强制的作为。OK，但周老师，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黄国昌在这一波里面有很多人都直接讲，所谓的后柯文哲时代，大概就是黄国昌了。包括刚讲到小草未来，如果能够有谁能够叫得动小草，不管说要去声援柯文哲，要所有这些，但是。即便黄国昌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些地位，所以你看他现在直接所有话都是直指赖清德3个字对，他就直接好像跟他对口的就是赖清德。对，柯文哲是透过那个摄影监视镜头看到，他是直接喊话就可以直接叫到。但是也有一些柯粉对黄国昌也会有意见吗？
好的，这个我们可以从之前的2个民调去做一些对比。如果是针对民众党支持者做民调，你民众党员你支持谁接任党主席？蔡壁如这些人跟黄国昌不见得有分高下那个黄珊珊什么差不多。如果适当结盟的话，搞不好可以盖得掉黄国昌哦。党内是这样分配，可是站在外部的民调，如果他是问所有的大众，你觉得民众党下任是黄国昌就非常的挺，把他民调就很明显的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凸显了一种性质，就是在外界看过去，黄国昌真的很醒目，因为他就是现在民众党声量最高嘛，他要利用党团嘛，而且加上他也是一些新闻的焦点。蔡壁如这些人跟黄国昌不见得有分高下那个黄珊珊什么差不多。如果适当结盟的话，搞不好可以盖得掉黄国昌哦。党内是这样分配，可是站在外部的民调，如果他是问所有的大众，你觉得民众党下任是黄国昌就非常的挺，把他民调就很明显的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凸显了一种性质，就是在外界看过去，黄国昌真的很醒目，因为他就是现在民众党声量最高嘛，他要利用党团嘛。而且加上他也是一些新闻的焦点，像之前我要再次强调，那是柯文哲，不是柯文哲，是黄国昌传达的柯文哲的意向。黄国昌说他在去花莲的路上陪伴柯文哲，因为之前那个傅昆萁总召母丧，所以就黄国昌和那个柯文哲在最后面，柯文哲还有在外面的时候有去花莲一趟，来回都是黄国昌陪侍在侧。好，这个时候我们先国父和先总统就有很多机会可以传达一些彼此的意见。好，其中一个故事就是后来他在光庭姐的节目上讲的，他在这个接受应讯的时候在那个这个房间等待的时候呢，他看着站起来的时候，他看了监视器，仿佛看了赖清德，里面就是有赖清德，他看的是赖清德。就是要用他坚定的眼神来挑战赖清德。他想要传达的就是主席有这样子的意志。那当然，大多数人听到都是以善笑为主啦。也有议员咨询的时候问首长说：“首长，你看那个监视器有赖清德吗？”就是大家都会拿这个来当做笑谈。所以后来记者2号的时候去问张敦涵然后就问他说：“总统对这个有什么？”总统当然就是。除了一笑置之还能怎么办？难道还要郑重澄清说我没办法看到那个监视器吗？还发稿不可能嘛？好，但是呢，人家一笑置之黄国昌不能接受我们来看他的论述他说这个大家都因为台风放假严密防范，看到总统府派出副秘书长接受绿色主持人专访。表示柯文哲主席当初在接受70小时的拘束讯问之后，对于绿色新威权所提出的沉痛控诉，你会讲什么沉痛控诉？就是在监视器里面看到赖清德，就他的沉痛控诉了。那赖清德是一笑置之。好，黄国昌说，我很难以相信这是总统的格局他说包括是之前传出3军。将领晋升上面赖清德发飙大家总统府有说了，国防部也有说了这个是有点夸大。好，或者是拿着错误的资讯大耍官威，6度责问地方首长到底撤离多少人，就是花莲县的那3个数字加起来到底是能不能相加到底背景是什么的事件，都让全体国人见识到赖清德毫不掩饰的怒气。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台湾司法正义遭到民进党政权践踏之时，堂堂总统这么还笑得出来？好，他还是坚持他的路径论述。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想讲学术东西，但这就是标准的稻草人谬误赖清德笑的是你说在监视器里面看到他，碰到这种事情能不笑吗？但是黄国昌讲的是赖清德居然嘲笑司法，嘲笑这个大家对于司法的质疑。你就是拿了一个根本不是人家论述的东西或过来嘛。好，黄国昌坚持演这出戏，为什么？憎恨民进党，讨厌民进党这条路，要人继承，要人把握。在美丽岛最新的民调里面，虽然民众党有点回稳，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支持者已经慢慢的变成蓝营的，算是不到绝对的深蓝，但你是非常靠近深蓝的那一块。而且民众党的支持者已经洗得相对比较蓝，那这一块呢，你卖弄憎恨民进党是有用的，但对于原本的柯粉呢，
今天上面在 Threads 上面有人发现，一位知名的科粉已经开始对这个黄国昌提出一些质疑。他质疑的点就是在监视器看到赖清德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如同圣经，是完全由旁人转述，就是由黄国昌转述的。柯文哲本来从来没办法证实，因为他也没办法羁押禁见，至少关到搞不好到明年1月。如果诚如我们等一下讲的要再延押2个月的话，关到明年1月初啊。他说啊，柯文哲真衰，被羁押在土城，结果外面还有个黄国昌帮柯文哲当小丑。他认为黄国昌讲的这个故事会让柯文哲被当成神经病，因为确实一个精神正常人怎么会说我在那边直视监视器？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我直视摄影机后面，当然摄影大哥还有导播啊，不然呢，远一点再来是观众朋友，哪里会有赖清德？谁理我啊？所以重点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合理推估，你要去传达主席的意向，你要讲一些神话故事可以，但是讲过带过就算了，因为它的效果不见得好。你现在不断的强调，不断的把它上纲，讲到非常精神层次的东西，有一些原来的柯文哲的柯粉他不会买账。重点是这边出来之后，不是所有的小草都是小葱，是有小草支持，就觉得这个故事就应该不要再讲。好，当有传圣旨的人，他圣旨传下去了，有人说这个圣旨不要在意，这个圣旨是有伤害，代表民众党出现一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东西，内部检讨力道。有些人会发现说，你再这样给你玩下去，我们会整个盘都垮掉。你往蓝的那边靠，那我们白的这些要怎么办？你会不会为了抢那一块，就把我们所有人都踹下车？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一股张力，就是想要留在中间的和想要往深蓝靠的这2股力量，可能会在民众党内会有一番拉锯。小玉，你觉得这整件事情，当柯文哲已经最起码在这一次他已经拒绝提讯，然后小草在礼拜6要发动就是挺柯啦，类似像这些，第一个对柯文哲来讲，不管严不严押，其实平常讲，在看守所的日子。杨明最清楚嘛，不是杨明在里面，杨明在里面当替代役的。说实话，你就算钢筋铁骨到那个地方，某种程度也被烧了一层皮的感觉。可是如果你是以那个做政治牢的心态，也许有些人就不太一样。就当你觉得你是曼德拉的时候，当你是看着鱼往上游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不太一样。你觉得柯文哲在未来来讲的话，他总是会有出来的时候嘛？当他出来以后，你觉得柯文哲本身来讲，他还会是以前的柯文哲吗？甚或他更意气风发，带着民进党，觉得他是做过政治。如果真的是以政治牢的角度来讲的话，有很多是做过政治牢以后，反而要更往上走哦。如果真的是政治迫害的角度，因为现在民众党一直跟小草讲的，这都是一个就政治追杀啦，或者什么新威权啊这样。你觉得柯文哲会是这个样子吗？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分析哦，就是说沈庆金跟柯文哲最大的不一样哦，就是沈庆金他现在就是想要拼这个保外就医，或者是说你起诉我没关系，他就是想要出来，因为反正这个官司呢，要打多久？对，9年、10年，反正但是对他来讲，他已经受不了在这个牢里的日子了，所以这个里面又这个什么吃饭也很困难啊，然后什么上厕所又很热，对啊，他这种有钱人，他就是想要出来，你起诉我也没关系，反正一审可以打很久。沈庆金他想要出来，可是对柯文哲来讲，出不出来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在里面多辛苦，可能不是他考量的，他出来是考虑他的政治生命，对，所以也许真的像黄国昌讲的，也许他会拒绝交保或是什么之类的啦，哈。但坦白讲，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司法上是还有得争执，可是在政治上，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他是已经政治上死亡了，尤其是有这么严重了吗？对，因为这件事情，比如说图利可能就是板上钉钉，但是就是说收贿这件事情，现在开始检察官在查金流嘛。那你说整个民众党到底要？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就黄国昌啦，黄国昌是最大的指标。你看他现在就是操弄民粹嘛，他就是只能跟你讲说阿北是无辜的这个是吧？可是他即便讲这么多。以黄国昌康奈尔法学博士这个卡提诺法学院的院长，以他现在来讲，你听过他在法律上或者说这个案件上，他有帮柯文哲背书过吗？至少我到现在我自己是没听过。就是你讲一个，比如说像黄珊珊，至少大家会觉得很荒谬，台湾省什么法律啊，什么施行细则，全部都搬出来。至少黄珊珊他会想方设法在法律上面，就本案之间，然后去讲他是没有违法的，他是无辜的。对，什么通案啊什么他都出来，可是。黄国昌他的整个案子，从金华城到政治现金，他都不帮柯文哲背书他都不帮柯文哲背书，连
他就操弄民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那黄国昌就像其他这个民众党的一些政治人物来讲了哈，我觉得蔡壁如可能是例外，因为蔡壁如跟柯文哲有这个革命交情。可是你说其他以后要选的人，我就想不出来，2026民众党你要打什么样子的口号去选呢？科学、理性、务实，还是说你全部的人都来帮？全部的人都帮背书，柯文哲是清白，柯文哲是无罪的。你2026是要打着说还柯文哲清白，然后去选这样子的一个选举吗？所以我觉得说，从他们的这个县市长提名一直到议员提名，你们每个人都要跟柯文哲挂在一起吗？然后柯文哲帮你站台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讲说柯文哲是无罪的，怎么样？我很难想象这个场景所以我会觉得说。柯文哲对民众党来讲，所以今天不是前几天不是有一个那个民调嘛，说柯文哲被关进去之后，反而对民众党来讲是加分的，他们的好感度提升，然后那个反感度反而是下降的，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后我要再讲一个灵异故事啦，哈，就是。刚刚那个易善兄不是有讲到说那个就是说现在7个捐款给金华城的那个，现在已经变成11个，对。那这个其中现在有4个人呐，哈，有4个人不是说这个就是好，就是捐90万嘛，哈，然后就是300万，然后这个是可能是凑柯文哲的这个募款呐，因为柯文哲他身兼2个嘛，一个是党主席，然后一个是直辖市长，在当年的那个3月31号以前，他要这个有300万的这个募款的责任额嘛，哈，好，那基本上啦，我知道很多人不想上这个车啦，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反正那4个就是那又怎么样呢？可是今天又突然被人家发现这4个人就同样就是这4个人哈，因为那个身份证字号前面是都差不多的，姓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在2019年11月26号，同样也都是各捐30万，然后大家在2020年，就是现在跟这个同舟买他们这一批人一样，同样这4个人都是在3月25号一起捐，都是在同一天一起捐。对，大家讲好啊，因为团购也是同一天买也可以啦，也可以啦。现在流行团捐啊，是，就像那个7个人一样。对啊，对，我们就大家讲好了，对，不能超过3天哦。一起发愿，当天大家一起发愿。好。那这样子，所以我就说，这不犯法，一起捐不犯法。你现在是希望北姐去传讯那4个人，是不是？对，我们这样就害得一起捐，对吧？就说这4个人就是为什么，就是都同一天，怎么这么巧？你在2020年3月25号，你就是也是同一天，然后大家一起捐。在2019年11月26号，同样也都是各捐30万，然后大家在2020年，就是现在跟这个同舟买他们这一批人一样，同样这4个人都是在3月25号一起捐，都是在同一天一起捐。对，大家讲好啊，因为团购也是同一天买也可以啦，也可以啦。现在流行团捐啊，是，就像那个7个人一样。对啊，对，我们就大家讲好了，对，不能超过3天哦。一起发愿，当天大家一起发愿。好。那这样子，所以我就说，这不犯法，一起捐不犯法。你现在是希望北姐去传讯那4个人，是不是？对，我们这样就害得一起捐，对吧？就说这4个人就是为什么，就是都同一天，怎么这么巧？你在2020年3月25号，你就是也是同一天，然后大家一起捐，然后你在2019年11月26号又是这4个人，一模一样，这4个人。小雨，你刚刚讲这个，为什么我刚刚会这样讲？因为你会发现他会落入了同样一件事。第一个，如果讲贪污治罪条例，大家现在都很清楚嘛。我们现在全中华民国国民透过不断的政论节目，从统计学到宪法，现在已经到了刑法、会计再到法律，会计对，再到法律，大家都已经是专家。贪污治罪条例、图利跟然后包括那收贿嘛。OK， 好，这2个，你现在再怎么讲这些，那如果要是民众党，就只要跟你讲说 ，so 对 ，so what， 犯法吗？你说怪。难道怪就要抓去关吗？是，那怪你就入人于罪吗？就回到那句话，没有证据放人。就连图利，因为图利大家都知道，图利就是大家有的占嘛。然后他说是为市民，然后你说是为个别财团，反正大家就来占，除非你找到所谓的金流，就是找到钱进了某个特定的户头，术语叫做一枪毙命，要不然
就是这样。确实，这个是无法否认。但是我必须讲说，柯文哲在2026未来的选举，包括民众党这些候选人，你很容易就陷入在这个柯文哲是不是清白，就变成政治战清白啦。那我就是说，那你对于那我们就2026等到选举再来检验。只是我认为说，那民众党你到底要喊出什么样子的口号来打下一战呢？可是我要回应一下，刚刚明玉姐想说，这4个人也许他找不到任何跟围巾有关的，但其他的7个人是有关的。这其他的7个人全部都是围巾的同仁，是，而且他捐款的时间刚好跟陈情书送到都委会去，跟黄锦茂签都委会出来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复嘛。2020年3月17号，陈情书到了台北市政府，柯文哲3月20号交给都发局，3月23号都发局拟文，然后3月24号开始捐钱，捐，跳过绿色框框的这一些人，捐到3月26号这个洪秀凤之后，3月26号晚上的5点05分，黄锦茂就发文决行这个公文，说要把金华城案重新送都委会去办理。我觉得这不是对价吗？就是说这也太巧了吧。就是说，如果他单纯只是捐钱，就你刚刚讲的这4个人，在2019年也有捐钱，在2020年这4个人都说好一起捐钱，那我们可能找不到他莫名其妙的对价。但其他的7个人可不是哦。OK， 他这7个人其实有明确，柯文哲承诺了金华城的老板沈清金做了某一些事情，然后这个老板刚好给了7个员工各30万，说你们去帮我捐给民众党。不好，那这整件事情在未来来讲的话，我相信北检一定还会再传讯，再问所有这些，那包括会延伸出来。小玉刚刚讲到了2026，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口号能够说服民众要站，这些都是相关一些话题。因为我一开始就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现在正是尤其台风在南部登陆，你说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些。可是，一场台风，好，那北部放了2天假，南部放了3天假。这个过程当中，来思刚，第一个，为什么谢国良就会被拿来当做中间一个主要一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下礼拜要投票罢凉那个。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讯息说，其实是国民党在未来，因为谢国良一直有一个说，如果他这关挡不住，未来会有大罢免潮。但今天有一个新闻是说，是国民党要猎杀20席的绿委，要展开大罢免，是哦。我觉得是哦。我觉得第二个，先讲第二个啦，就是说。什么说猎杀20人名单？我相信民进党手上也有名单也有名单。这个就是说保证相互毁灭。OK， 就是如果谁你们现在是苏联跟当初美国就对了，是伊朗，现在是伊朗跟以色列。一方就是呢，当你按下那个按钮之后呢，另外一方就按那按钮。就是说，大家就看说按钮谁去先下，因为我相信以国民党现在的这些政治能量，还有他的现在很多的立委属于新科立委，他前2年应该说是广积粮啊，筑高墙啊，应该是做这样的工作，然后让下一次的连任能够顺利，是，然后继续保持在国会的多数，这个才是个比较说一个就正常的逻辑去发展。但万一你说对手去出一些开始去蓝湖啦，去猎杀啦，那你总是要有个相对的去做反应嘛，去做因应嘛。我觉得所以国民党，我觉得在这一块可能是被动的多。当然我们自己的选民有点看不过，看有一些趾高气扬的民进党立委说，把它变下个名单。但我觉得国民党高层在考虑这件事情是比较审慎的。OK， 比较审慎。那第二个谢国良，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多事情就是因谢国良嘛。你说这个昨天的这个台风假是北基桃。4个首长一起的嘛，那大家就去挑毛病，说为什么他早3分钟？是不是故意去？然后后来又是晚3分钟，对啊，那他怎么做都不是，什么都怪到他。那我是觉得，你看今天看起来这基隆有一些因为满潮的关系，有一些土石流啦，有一些积水了，我就看，如果谢国良在后面的这些灾后的处理，我觉得速度够快的话，我觉得拿天然灾害去做政治文章，就一般人也不喜欢。OK， 来，我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有没有名单这一件事情，刚刚是没有否认嘛，所以你们确实有在模拟一些名单，但民进党，我要讲的是说，民进党并没有针对于蓝营的立委有什么样的名单。
就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什么苏联跟美国我们要一起按钮，没有这件事情，就好好的把事情做好嘛。那谢国梁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前天在宣布的时候，刚刚那个摄影师，刚刚化妆师还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前天在宣布的时候，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没风没雨，居然就说明天放假，到底为什么？你知道吗？所有的人是这样错愕，才会连接到说，到底我们昨天放的假是不是叫国联假？你看我们的人都爱工作，我们家小孩也很爱上课，他就说为什么昨天出大太阳，我不能去上课？所以有事。最近还有人是因为你知道吗？他要做肠胃镜。他吃了那个他都已经低杂菜之后，昨天明明要去，结果没有去，再吃一次。对，所以他们很惨，所以他们非常的愤怒。如果昨天风雨很大，我觉得大家不会去怀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昨天无风无雨嘛，所以我觉得但是他们学这也是靠气象署的资料啊，他们也不可能就凭空自己去猜说这个达到这个台风标准，就是看那个资料，就你给我这个资料就按照这个弄。好，我想。老天的资料真的没有达到标准，但是老天有时候都是会。但是为什么全部都指着谢国梁的？对，明明是北北谢国梁讲话，因为只有谢国梁要被罢免。我反而是对蒋万安比较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北北基桃虽然是共同生活圈，因为基隆靠海边嘛，所以你部分区域所谓的停班停课、风大雨大，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北市你必须慎之又慎啊，因为台北市会影响到全台湾的股汇市嘛，包含说股票如果跌了，我今天要卖，我卖不掉怎么办？所以这整个东西。蒋万安在做这个区，而且蒋万安就不用说什么部分区域，因为台北市基本上在核心区，没有所谓的大部分在山区的部分，其实少部分的几个里那个也是山区，所以蒋万安不能被谢国梁绑架，这个是蒋万安的问题。如果被谢国梁绑架，说因为谢国梁要放，而且说真的，放台风假不是重点。有些人开心啊，小孩子很开心啊，小孩子都没票啊，父母就很讨厌了，减书费就要照顾小孩啦。对，所以放台风假到底对于所谓的罢免的有没有用我觉得是另外的。但是所谓的最后，我在这几天，尤其基隆今天基隆淹了很多的水。未来对于所谓的救灾的防御，可以看到谢国梁的所谓的实施能力嘛。所以这整个东西，蒋万安在做这个区，而且蒋万安就不用说什么部分区域，因为台北市基本上在核心区，没有所谓的大部分在山区的部分，其实少部分的几个里那个也是山区，所以蒋万安不能被谢国梁绑架，这个是蒋万安的问题。如果被谢国梁绑架，说因为谢国梁要放，而且说真的，放台风假不是重点。有些人开心啊，小孩子很开心啊，小孩子都没票啊，父母就很讨厌了，减书费就要照顾小孩啦。对，所以放台风假到底对于所谓的罢免的有没有用我觉得是另外的。但是所谓的最后，我在这几天尤其基隆今天基隆淹了很多的水。未来对于所谓的救灾的防御，可以看到谢国梁的所谓的实施能力嘛。你看到他的所谓的沙包都不去挡水嘛，都在压草坪嘛。所以未来这10天在罢免前夕，谢国梁如何去处理基隆的灾情，反而是最重要的。OK， 那在整个国际局势里面，真的看起来中东局势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周老师，以色列真的会去打美国的对不起，以色列真的会去打伊朗的，包括核设施，还有石油生产的一些设备吗？如果打这2个地方，连美国都说了，你不要闹了，好不好？你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话，这就真的世界大乱了。好，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一系列的发展，一切要从之前的哈马斯地道战，然后打真主党在那边说，我可能要打你的加利利地区北边在以色列的北边。好，以色列的过去BB 扣炸弹各种通信攻击啦，这个直接专地炸弹，直接把你的所有的领袖都灭了之后，伊朗要不要表态？要，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小弟，你小弟都被灭门了，大哥能不表态吗？好，伊朗发射了200枚弹道飞弹，很多人说哪会有世界大战吗？但是重点是伊朗还有多少？好，伊朗发射这么多这个以色列为了要防御它铁穹都射光，连大卫投石所那些其他东西都已经拉出来打了，表示说大家都有点耗到弹尽援绝。所以现在以色列在上一波，为什么它铁穹会用完？因为上一波伊朗去打它的时候，它耗掉很多铁穹，补来不及补，所以伊朗这一次在射，以色列想的是你大概没有了，你已经发了2波，第一次100多嘛，这一次200嘛，你还有多少弹道飞弹？所以接下来呢？
以色列这边是不是占有优势？因为我的弹道飞弹，我的长城我都还没射啊，我是不是可以去弄你的地方？因此，在这种我已经料定你没有子弹的状态下，以色列的确可能采取大胆的措施，而且他也放话了，我会在最近几天来发动这样攻势。美国呢一向情报侦查罪行的，所以他再次警告说，我们透过媒体啦，我们已经查询以色列可能会攻击伊朗的一些石油啦、发电厂啦、研发设施。以及核设施，拜登出来说核设施不要打，那是不是那就打石油，其他的港口其他可以打，核设施比较尴尬，打下去可能会真的引起纠纷嘛。但其他的要不要打？因为以色列又很故意啊，同一时间他又去播说什么，哎呀，我已经掌握你的核设施里面的什么构造什么，就意思就是你早就被我全部都渗透了。那伊朗的总统之前受访，前总统之前出来受访说。其实这早就所有的那些核子科学家，其实都是被摩萨德渗透了所以讲白了就是伊朗现在他碰到困境就是，真的如果你真要打，他也没有办法了。美国也只能事前出来喊说，我已经警告过大家了，我已经警告你核设施不要打了，所以你就不要打核设施了。可以色列真打核设施，还能怎么办呢？就是美国，可是伊朗。对，他打核设施的，但伊朗某种程度，有人一直在讲说，伊朗是不是也拥有一些核弹？对，他有一些核弹或核攻击的能力。是啊，对，大家担心的是，他如果就跟你豁出去了呢？你如果打了我核设施，他如果真的豁出去用了这些怎么办？对，现在就是在于他会不会采用这个最后一击？那伊朗依照我们一般启动核打击的这种，就是差不多要到灭国的时候才会启动核打击。是，但如果我只是打你的研究所。不是打你的发射站，打你的核电厂那就是意思一下。那美国已经说不希望看到以色列去打，可是美国对以色列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这实际上没有办法，而且现在又在选举嘛，川普一定会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呢以色列都很乖啦，怎么样？所以现在其实拜登真正陷入窘境的是，其实是拜登。不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战术的空间是很大的，要注意，他现在只是防御被削弱，但大家也都知道嘛，攻击往往是最好的防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去料理伊朗，彻底把伊朗的气势打下去的话，我觉得啦，就算其他阿拉伯盟邦也不能讲盟邦，因为那是逊尼派的，不是什叶派的，但是逊尼派之间要有一些动作，可能动作也不会太大。OK， 但今天有另外一则新闻，四哥，我们买军火这些，那大家都觉得我们要自我防卫非常重要。但媒体上面有我们跟美国买的军火买贵了，而且美国自己去查出来的。这可是美国自己的监察机制，美军监察机制查出了雷神公司拿了多收了钱那那些钱呢就是一个超额利润，那要求呢这个雷神公司把这个钱呢就吐回去当初那些买家，现在要还给我们，但是我觉得国防部对这事情好像隐晦，不太敢讲我说，既然美军都已经，美国的补缴大家都已经讲这么清楚了，就说呢，而且呢，我们当时呢也有一些2013、2016、2017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设备，这防空设备，雷神的防空设备，而且雷神都很坏，如果你不给我足够的钱，我把你从这个会员名单里面剔除，很坏所以说，对美国这种公司美国国防部都气得要死，要求他把它吐出来。我就用国防部也就老实跟大家讲，就我们什么案子里面雷神跟我们收贵了，雷神预计呢什么时候会退我们钱哪个年度会到账。我觉得这跟大家做个交代嘛。既然说那未来国防经费要上涨，那你告诉我们怎么用，会被中间被 A 走。就是在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一些事。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包括外交，包括国防，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之下，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些防卫，包括在采购的过程。那如果发生像刚才那样一些事，该还我们的，当然就该还我们。国际的局势一定会影响到包括两岸所有这些，那包括中东未来怎么样？可是国人大概更关心的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再往下发展的话，这未来这1-2个月大概是所有案情的一个关键期，到底会是怎么样 ？OK？ 但不管怎么说，台风天尽量避免外出，好吧？希望大家没有任何一些灾难。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我们明天见，拜拜。